小心，当你和一个人聊天特别爽的时候，要触发红色警报。前几天，家里的燃气供暖系统出问题，显示循环故障，通过客服找来一位师傅，师傅服务态度非常好，一边打开壁挂炉检查，一边讲解壁挂炉的常见问题和注意事项，非常专业，感觉是自己没有好好维护，所以出了问题。同时，他还和我谈论一些社会家庭的热点话题，交流非常愉快。最后他告诉我，核心零件燃气阀坏了以及怎么坏的，必须更换，并且拿出价目表，1800元。虽然有些心疼，但是也只好认了，也没多想就付了钱。更换后果然就好了。晚上躺在床上，不知为什么又想起这事，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，思索了一下，感觉自己很可能上当了。那个阀门一定要更换吗？修一下不行吗？为什么当时不质疑一下呢？因为当时对师傅印象很好，聊得正欢，压根儿就没想这其中可能有诈。现在想起来，感觉当时好像是被催眠了一样，他让你干啥你就会干啥。这件事让我细思极恐，所以我想把这个教训和大家分享。当你和一个人聊天特别投缘、特别爽的时候，马上要给自己拉响红色警报，因为很可能你正在被催眠、被操纵。这样当对方提出付款或其他行为上的要求时，你才会去质疑和核查，不至于像自动驾驶一样被带进沟里。想一想，有些不良的算命先生和江湖医生不也是这样的吗？他们先对你问寒问暖，追问你的各种情况，然后做出一些让你心服口服的分析和猜测。你觉得他太了解你了，最后就是指出你的问题和难关，让你买单。前些时演员王鑫被骗的事件，各种线上线下的网络诈骗，各种收智商税的保健品，毒鸡汤营销等等，不都是这个套路吗？所以再说一次，当你和一个人聊天特别投缘、特别爽的时候，马上要给自己拉响红色警报。当然，警惕只是为了防范万一，也有其他的可能性。比如当对方维度和层次比你高或格局比你大的时候，也可能让你觉得特别爽，但并没有欺骗你的意思。反过来说，当你和一个人交流对话不是那么爽的时候，那多半才是正常的，有点儿扎心。